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位，欢迎收看我的视频。在本期视频开始之前，也是求大家进行多多的三连，三连越多，这个系列会更新的越快。好的，那么话不多说，就让我们来开始今天的介绍吧。其第一款游戏《星光之神话：帕鲁迪娜之境》，本作自 3DS 首发开始便被任天堂大肆宣传，依靠着任天堂扎实的游戏功底和奇思妙想的创意，成功的让本作成为了 3DS 上的必玩游戏之一。本作极大的凸显了 3DS 的 3D 显像功能。3D 模式下的游戏立体效果绝赞，层次分明，深度感强烈，部分触屏效果十分抢眼，并且除了上屏画面的优秀表现之外，本作的下屏被用于展示主角和女神之间的对话，并且某些关卡需要我们选择下屏来选择前进的方向。强大的画面表现力以及丰富的声优阵容，极大的提升了玩家们的游戏体验。本作的单人游戏主要分为空战、陆战和 BOSS 战3个阶段，每个阶段都有十分独立的玩法。这种新奇的战斗体验，即便放到现在也十分不多见。不过不得不承认，本作的上手确实是有一定难度，部分玩家初次接触本作操作时可能会感到不适。虽然本作中成就与收集占用了一定的比例，但是网战部分也会让你欲罢不能。多人对战以及天使降临的模式更是能吸引到很多联机玩家，远程联机和本地面临等多种选择，极大的增加了游戏的耐玩度。附带的擦金配线技能也充分利用了 3DS 的特性，集合了射击、动作、RPG 要素的本作，绝对是你 3DS 里的必玩游戏之一。那么这边也是给出了0到10分。请把这款《星光之神话：帕鲁迪娜之境》在你心中的分数打在弹幕上。二款游戏《闪乱神乐2：真红》。闪乱神乐这个 IP， 相信各位绅士并不陌生，巨乳美少女加上爆衣的要素是整个系列的核心。本作虽然是 3DS 游戏，但也十分不含糊。本作的画面与前作持平，人物建模依旧精细，不过在人转身变身的过程中，掉帧和锯齿都比较明显。不过本作在人物画面上的显示相比于前作变小了不少，再加上 3DS 本身屏幕就不大，所以看起来会有些费劲的感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本作在爆衣环节 3D 显像效果十分不错，光凭这一点就可以让它成为我 3DS 里常驻游戏之一了。本作在战斗系统上进行了优化，相比于前作，本作的打斗更加的酣畅淋漓，本作的招式也被全部重新设计过了，与前作的招式完全不同。不过虽然如此，本作的战斗体验依旧不算特别优秀，只能说在 3DS 中也算是中规中矩吧，并且在每次任务完成或者任务失败后都会有角色特写镜头，玩家可以按住R键然后清洗 3DS 的本体，能够进行小角度的切换欣赏角色。本作的帧数相当稳定，无论是单机还是联机游玩，在战斗过程中都没有什么掉帧的现象发生，并且特别强调的是，本作的建模是重新制作的，可比是欧派的质感十分优秀。本作虽然让人诟病的地方不少，但是相较于 3DS 的前两作来说，已经是一个质的进化了。那么这边也是给出0到10分，不知道你会对这款《闪乱神乐2：真红》打出多少的分数呢？请把你心仪的分数打在弹幕上。三款游戏《王国之心 3D：梦中陨落》。本作是由制作 PSP《王国之心：梦中降生》的原班人马打造，本作新增的宠物、合成、育成等系统非常耐玩，而游戏的整体流畅度也相当不错。游戏的画面表现力已经算得上是 3DS 中的上游，再加上游戏中精美的 CG 和宏大的配乐，让游戏的整体体验十分舒心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本作在开启 3D 模式后并没有很大的区别，除了屏幕中的菜单显示更有层次感外，对于街道、人物、宠物之类的建模并没有多大的变化。由于游戏的背景是以童话为主题，所以街道、楼房都属于迪士尼的建筑风格，让玩家有一种身处童话世界的感觉。王国之心梦中降生的动作水准十分之高，本作将动作发挥到极致，爽快感十足。游戏新增加了弹射这一全新的设定，在墙壁、灯杆这些地方都可以使用冲刺来进行弹射，而在弹射的一瞬间，主角的身体会被白光包裹，这使得跳跃力、冲刺距离非常的高和远。而这种状态下对敌人的攻击也十分强力，面对大型敌人，利用弹射可以将敌人甩出去。可以说，新增的弹射设定让本作的动作水准更上一层。游戏中可以在不同的世界中进行切换，避免了线性流程带来体验感衰弱的尴尬。新增的宠物设定也大大增强了游戏的耐玩度。游戏同样支持 3DS 的擦金功能，擦金成功的玩家可以挑战一些特殊的怪物，或是其他玩家遗留的小游戏。本作除了王国之心的系列粉丝不能错过以外，初次接触王国之心的玩家一定要试一试本作。那么依旧是0到10分，不知道你会给这款王国之心 3D 梦中陨落带来多少的打分呢？请把你的打分打在弹幕上。第四款游戏《钢铁陨落：入侵》。本作的名号可能不像前几款游戏那么知名，但是不得不承认，这款不知名的小游戏确确实实是 3DS 射击游戏的巅峰。游玩本作就好像是在游玩 3DS 版的战争机器一样。本作有着 3DS 少有的优秀建模，并且不管是在多么复杂的场景中，
游戏的帧数依旧稳定，这是很少有的在老3中也能运行到60帧的高性能游戏。在设计方面，本作的手机手感比较优秀，特别使用 3DS 假肢或者是 New 3DS 游玩时，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游戏体验。本作的游戏主线十分简单直白，玩家将扮演一名中招布丁，抵挡异性的入侵。游戏中共有11个关卡，每个关卡的难度不高，并且会随时有武器和道具来帮助我们。不过由于本作包含动作较多，因此刚开始游戏时可能难以适应游戏的操作。不过等你习惯后，本作玩起来将会非常的爽快。富有挑战性的剧情，丰富的玩法，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。除此之外，本作也支持联机游戏，除了标准的混战模式，玩家还可以选择进行组队进行战斗，2队、3队都可以。不过最大玩家数量不得超过6人。本作依靠着高水准的画面以及极其少有的60帧，成为了我 3DS 中的常客。游戏的帧数相当稳定，基本不会发现掉帧。那么这边也是给出了0到10分，不知道你会给这款《钢铁陨落：入侵》打出多少的高分呢？请大家把心仪的分数打在弹幕上。最后一款游戏《战国无双编年史3》，本作是 PSV 以及 3DS 同步发售的双版本游戏，两个平台的游戏内容基本没有差别。这边我们着重来讲讲 3DS 的。本作 New 3DS 与老 3DS 画面感觉是一样的，不过流畅度相差甚远。老版 3DS 基本全程掉帧。除此之外 ，New 3DS 强化了同屏人数，老 3DS 同屏人数与前作差不多。所以，如果你手中的是老 3DS， 那么我不太推荐你游玩这款游戏。本作剧情表现还算可以，而且难度相比于前作有所上升，随便打一打就可以打出千 combo 和千人斩。不过要说最好的游戏体验，那还是在 PSV 中吧。不过 3DS 版的画面也还算可以，在 3DS 中也不算差。本作追加了新的剧本和系统，包括在《战国无双4》中登陆的50名以上的武将都将参战，而且还包括了无双极意以及神速动作，大大提升了本作的耐玩度。不过说到底，本作在 New 3DS 上的表现还是可以接受的，虽然打击感不足，这点还是比较令人在意。不过看在小兵够多，难度也够多的份上，也是可以玩得相当开心了。如果你是一名战国无双系列的粉丝，那么这款战国无双编年史3一定是你不容错过的优秀游戏。那么这边最后也是给出了0到10分，不知道你会给这款战国无双编年史3打出多少的得分呢？请把你给它的得分打在弹幕上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，不要忘了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、关注，一键3连。点赞越多，更新速度越快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